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顶着酷暑拍戏，赵丽颖用行动回应宁静的高度评价。赵丽颖站在商场中央，汗水顺着发梢往下滴，脸上的妆已经有些花了。6月的成都像个蒸笼，40度的高温让空气都变得粘稠。摄影师喊再来一张，她立刻调整姿势，嘴角扬起恰到好处的弧度。围观的路人举着手机，有人小声嘀咕：这么热的天，明星也不好当啊。5年前拍《楚乔传》时，内蒙古的沙漠地表温度能煎鸡蛋。赵丽颖穿着单薄的戏服在沙地上打滚，薇娅乐的腰间都是淤青。导演喊卡后，她才发现脚底烫出了水泡。助理红着眼睛给她涂药，她却笑着说没事，明天还能继续拍。宁静提起赵丽颖时眼睛发亮，那姑娘演戏不要命。有场对手戏拍了8条，赵丽颖每次都像第一次那样投入。最有趣的是宁静突然卡壳，拍着脑门想不起她名字，急得直跺脚。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，网友笑称这是最高级别的认可，演技好到让人忘记名字。横店的冬天冷得刺骨，赵丽颖裹着军大衣蹲在片场角落，等着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宫女。她的戏份只有3秒，却反复练习行礼的动作。副导演看不下去，塞给她一杯热奶茶：丫头，这么认真干嘛？她捧着奶茶暖手，说万一观众就盯着这3秒看呢。陆贞传奇选角时，投资方嫌她脸圆，说撑不起大女主。试镜那天，她把陆贞从战战兢兢到独当一面的蜕变演得入木3分。制片人后来透露，当时所有评委都看傻了。剧播出后收视爆了，质疑声却更多了。有媒体写她靠运气，她直接把报道截图设成手机屏保。花千骨的制片人至今记得，赵丽颖为了演好黑化戏份，连续3天把自己关在酒店看恐怖片。拍到小骨剁馍那场戏时，她的眼神把现场工作人员都吓到了。原著作者 Fresh 果果来探班，看完她的表演后激动地说不出话。风吹半夏的造型湿透露，赵丽颖第一次试妆时就提出要剪短发。导演担心观众不接受，她直接拿着剪刀比划，要不现在就剪。定妆照出来那天，整个剧组群都在刷屏。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开玩笑说压力太大，每次对戏都要被他气场压住。绯闻传得最凶的时候，赵丽颖正在拍一场哭戏，狗仔蹲在片场外等着拍她情绪崩溃，结果只拍到她在监视器前和导演讨论演技。收工后，她请全组人吃火锅，举着可乐说今天这条拍得不错。第二天八卦杂志标题写着赵丽颖疑似情变后暴饮暴食，配图是她连吃3碗米饭的照片。酱园弄的武术指导说起赵丽颖就摇头，没见过这么拼的女演员。有场打戏拍了20多遍，她手腕肿得像馒头，还坚持不用替身。收工后，她蹲在墙角冰敷，还让助理别声张，怕耽误明天拍摄。剧组小演员偷偷给她塞了张纸条，上面画着全世界最厉害的姐姐。凌晨3点的片场，场务打着哈欠整理器材。赵丽颖裹着羽绒服坐在监视器前，反复看刚才拍的镜头。导演劝她回去休息，她摇摇头说再琢磨会儿。月光照在她做的密密麻麻的笔记上，每页都贴着不同颜色的便签条。录音师记得有次收工后，听见空荡的片场还有声音，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发现赵丽颖在对着一面破镜子练习台词。她没发现有人进来，直到把那段独白练了30多遍才停下。转身看见录音师站在门口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这段情绪总差点意思。赵丽颖再次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，不是因为绚丽的红毯造型，也不是因为流量榜单上的名列前茅，而是她在酷暑之下依然坚持拍戏的身影，以及那一句来自前辈演员宁静的高度评价。烈日炎炎，气温突破40度，整个剧组都在高温中煎熬，
而赵丽颖却一遍遍走位，一场场过戏，不喊累，不叫停，只为呈现出更好的镜头效果。这不是敬业2个字能简单概括的，而是一种深藏于她骨子里的职业信仰。宁静说，赵丽颖是真正的演员，这不是随口一夸，而是对她多年如一日坚持认真演戏的高度肯定。在浮躁的当下娱乐圈，坚持做一个纯粹的演员其实是很难的。流量为王、数据为本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很多演员逐渐失去了对角色本身的敬畏，开始沉迷于曝光度、代言数、话题热度，而非作品本身的质量。但赵丽颖选择了一条逆流而上的路，她没有把自己安置在舒适区，也没有在红了之后放慢节奏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更高的挑战、更难的角色、更严苛的拍摄条件。烈日下的拍戏并非偶然发生的一次辛苦记录，而是她职业道路上的常态缩影。早在她出道初期，赵丽颖就以拼命三娘的称号出圈，网友口中的励志模板其实都源自她不服输、不将就、不偷懒的性格。她不怕苦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从最初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到后来的女主光环，她所经历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之路，而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持久战。炎炎夏日的拍摄环境不过是一个场景缩影，但却足以让我们看见她作为演员的坚韧。不管气温多高，不管妆术多厚，不管妆容多重，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场戏、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台词。宁静作为圈内资深演员，对赵丽颖的评价格外有分量。她自己经历了无数影视作品的锤炼，自然深知一个好演员所需的素质与精神。在节目中，她公开表示，赵丽颖是我很欣赏的年轻一辈演员之一，她不张扬，不浮夸，靠的是脚踏实地演戏。这句评价背后，是一个演员对同行的真正认可，是实力派之间的惺惺相惜。因为只有真正经历过无数拍摄现场，咬牙坚持过，甚至为一个情绪反复崩溃重来的演员，才会懂得赵丽颖背后的坚持是多么难能可贵。许多观众看到赵丽颖如今在各类大制作中游刃有余，光鲜亮丽地出现在大众面前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在幕后承受了多少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压力。从情绪投入到身体消耗，从角色难度到舆论压力，赵丽颖几乎没有一刻可以真正松懈。高温拍摄的日子里，她穿着厚重戏服站在烈日下连续几个小时不休息，即便汗水湿透衣衫，体力透支，她依然坚持把一场场高难度镜头反复尝试到满意为止。她没有抱怨，没有炫耀，而是默默地用行动证明，演员不是明星，演员是用生命在演绎另一个生命的人。她对表演的理解也在不断成长与深化。早期的赵丽颖或许更多是依靠情感本能演戏，但如今的她已经能够深入角色内心，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绪层次与心理变化。在炎热的拍摄现场，她不仅忍受高温，还要同时调动情绪，把握节奏，维持状态。这种身心的双重负荷远超常人想象。宁静看见了她的努力，也听见了她无声的呐喊。这种前辈盖章的认可，不只是鼓励，更是对赵丽颖多年来默默坚持最有力的回馈。在纷扰的娱乐圈，赵丽颖始终保持着演员本分，她不炒作私生活，不制造热点，不依靠情绪营销，而是用作品说话，用角色塑造价值。她在高温下坚持拍戏的画面，之所以能够感动人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她不是为了摆拍镜头，不是为了博眼球，而是真实的在用生命诠释角色的每一个细节。她眼中没有差不多就行，只有必须做到最好。她的每一次突破，不是偶然惊喜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坚持与付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赵丽颖从未因自己的成绩而停步。在获得大众认可、收获奖项掌声之后，她仍旧选择走入片场，走入高强度拍摄中，用汗水与付出延续她的演员生命。对她而言，真正的价值从不是头衔或数据，
而是观众在看到角色时那一刻的共鸣与动容。他坚信，好的作品自带光芒，真实的演绎无需修饰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能在观众心中树立起值得信任的口碑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应该用更包容、理性的视角去理解演员的付出，尤其是在这个节奏飞快、热度更替的时代。赵丽颖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，好演员不靠炒作，也不靠运气，而是靠一场场硬仗拼出来的。她一次次地站在高温的烈日之下，不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镜头，更是在告诉我们，敬业是演员最基本的修养，而坚持是她最值得尊敬的品质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赵丽颖还会有更多作品与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。我们也许无法陪她走进每一场戏、每一个片场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理解、支持与尊重。当你看到她满脸汗水却眼神坚定地说出一句台词时，请记住，那背后可能是几个小时的高温暴晒，是几十遍的情绪调动，是无数次的自我否定后重来的勇气。这样的她，不需要标签，不需要包装，光是这份认真，就足以令人为之动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或许你曾因为某个角色喜欢上赵丽颖，也或许你只是路过这个名字，但她所展现出的敬业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鼓掌。她用汗水诠释热爱，用坚持兑现承诺，也用一颗对表演永远敬畏的心，走在演员的道路上，沉稳而坚定。她不求捷径，也不惧过程的苦，她只是想对得起每一个角色，每一位观众。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样一位用心演戏，不吵不闹，不张扬却始终在发光的好演员。未来的他还会经历更多酷暑与严寒，但我们相信他会依然走在这条路上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而作为观众的我们，也愿意陪他一起见证一个真正演员的光芒，从不因温度而熄灭，只会在汗水与岁月中愈发耀眼。热播8500万加，王一博依据给橘皮送礼，为何引爆全网？王一博在《寻护者》纪录片中化身野生救援大使，用自身影响力唤醒公众环保意识，引发对保护濒危动物的广泛关注与行动。偶像的力量在于将名气转化为社会正能量，带动更多人守护地球家园。偶像的力量与责任，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一部仅20分钟的纪录片《寻护者》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这部由人气偶像王一博倾情参与的作品，不仅检验了他的影响力，更唤起了公众的环保意识。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王一博化身野生救援公益大使，与寻护者们共同守护濒临灭绝的中华穿山甲的故事。短短的播放时长，却让人感受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。观众不仅被王一博的光芒吸引，更被他的真挚行动所打动。有网友表示，决定从改变饮食习惯做起，为保护动物尽自己的一份力。作为偶像，王一博无疑拥有巨大的号召力。他通过参与公益项目，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关注环保事业，传递正能量。但这也引发了争议，有人质疑这背后是否隐藏着粉丝经济的推动。作为公众人物，偶像应该如何正确发挥自身影响力？我认为，他们既应该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，以优秀的作品和作为说话，同时也应该勇于参与公益项目，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带动更多人加入到保护地球、守护家园的行列中来。毕竟，地球村的每个成员都应该为之尽自己的一份力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养成环保意识，从点点滴滴做起，为这个美丽的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偶像的力量与责任，作为公众人物，偶像无疑肩负着更重大的社会责任。他们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，更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，去带动和唤醒大众的社会责任意识。就像王一博参与的《寻护者》纪录片一样，他将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力转化为对环保事业的推动。通过镜头记录下寻护者们的专业投入和付出，
他传递给观众强烈的环保理念，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紧迫性。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公益情怀，也成功地唤起了公众的环保意识。事实上，像王一博这样的知名艺人参与公益项目，其潜在影响力是巨大的。他们不仅能够借助自身的流量优势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，还能够带动粉丝群体积极参与其中。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，不仅能增加公益项目的曝光度，更能让更多人主动加入到保护环境、关爱他人的行列中来。当然，并非所有偶像都能将自身优势转化为社会正能量。有时，过度的商业运营和粉丝经济可能会掩盖住他们参与公益的本意。但只要偶像们始终保持初心，坚持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服务社会，相信他们所散发出的正能量必将激发更多人的社会责任感。毕竟，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村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。作为优秀的公众人物，偶像们更应该站在引领者的位置，向广大群众传递正能量，带动大家一起守护这个美丽的家园。只有大家携手共进，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当给橘皮送了个礼这样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出现在镜头中时，没人会想到它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共鸣。但当我们细细回看这个画面，王一博那一瞬的认真、自然，毫不造作，连带着周围人不自觉的轻笑和温柔氛围，就会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一句随口的话，更是一种藏在他日常举止中的真诚，一份无法伪装的温柔。他从未刻意营造宠粉人设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让人感受到那份情感的真实和厚重。在寻护者的热播中，王一博作为主演，在角色中展现出了沉稳、克制与担当，但戏外的他却又不时流露出少年般的调皮与柔软。这种反差感不仅增加了他的多面魅力，也让观众从角色延伸到演员本身，建立起更深层的情感连接。而橘皮这个昵称的出现，既是团队日常的有趣互动，也是粉丝文化里特有的温度密码。这种看似随意的小插曲，其实正是王一博与支持他的人之间最自然的情感流动。一个演员可以用作品收获热度，但能让观众愿意走进他的生活细节，感受他最真实的一面，这需要的不只是演技，而是长久的信任、共鸣与坚持。王一博从出道以来，从未用人设去讨好谁，他始终用做事来证明自己，不争不抢，不炒作不喧哗，默默前行，用一步一个脚印打磨作品，用一次一次真实的互动回应支持。于是，哪怕只是一个送礼物的小细节，也能成为引爆网络的焦点，因为观众已经习惯在他身上寻找细腻，发现温柔。这一幕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，如今的观众不再只看表面热闹的流量堆砌，而是在寻找一种内容之外的情感寄托。而王一博恰恰就是那个能让人卸下疲惫，在屏幕前重新找回内心温度的存在。他不一定是最会说话的艺人，但他一定是最会用行动表达真心的人。他可以为一个角色反复磨戏，为一个动作练到凌晨，也可以为团队成员送一个橘皮礼物，而每一个看似微小的举动，背后都藏着他无声的坚持和深深的善意。粉丝们之所以如此关注，甚至为一句话而感动破防，并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么华丽，恰恰是因为它太朴实。它像极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被记录的温柔瞬间，也像是一个朋友用最不经意的方式表达的关心。这种不张扬的情感，才最容易触动人心。在王一博身上，大家看到了这样一种纯粹，他没有被流量绑架，也没有迷失在喧嚣中，而是始终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做真实的自己。而这样的他，也在慢慢引领一种新的艺人模式，不再依赖话题制造，而是靠作品与人品积累沉淀；不再靠短期热度维系人气，而是靠长期信任构建口碑。从陈情岭到风起洛阳，从无名到如今的寻护者，他每一步都走得稳、扎实，不急躁。
他没有急着证明自己是谁，而是用时间告诉所有人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能做到什么才值得关注。而观众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越来越坚定地站在他身后。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青涩稚嫩的少年，他的眼神里有了更多沉稳与判断，他的肩膀上也承担着更多责任与期待。但不变的是那颗依旧纯粹的心，在他的一举一动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少年人的赤诚，也能感受到成熟男人的担当。而这两者的融合，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中最希望保留的状态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也曾因为一句看似不起眼的给橘皮送礼而微微一笑，内心泛起涟漪，那说明你的心依然柔软，依然有共情的能力，也依然愿意在琐碎的生活中发现美好。而这份感受，正是王一博带给我们的意义。他不仅仅是演员、歌手、赛车手，更是我们精神世界中那个提醒我们坚持初心、温柔以待的存在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他选择站在哪个舞台上，我们都无需大声呐喊，只需默默守望。我们不需要他永远保持完美，只希望他能做自己，爱自己，在喜爱的领域里自由飞翔。而我们也一样，愿你也能从这份喜爱中汲取力量，找到前行的方向。在你疲惫时，想起那句我只是送了个礼，也许也能提醒你，生活的温度从来都藏在细节之中。热度只是当下的数字，热爱才是长久的陪伴。我们见证了他的成长，也在他身上照见了自己。这份双向的奔赴，从不需要太多言语，他早已在一次次互动、一次次回应中根植于心。愿未来的我们仍能以少年之心看世界，愿你我都能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不失热爱，不忘真诚。感谢你愿意读到这里，感谢你愿意继续喜欢它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走，好不好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